睁开眼，我已经身处悬崖之上，一行文字在头顶旋起：到达彼岸即可回到真实世界，否则将永坠深渊。同样伴随着倒计时，这次的时间只有短短的5分钟。2道悬崖的中间只有一条长长的木板桥，可能是因为年久失修，整座木桥显得极其脆弱，随着风而不停地摇晃。更要命的是，悬崖下的深渊里是一条条裂开大嘴的鳄鱼。不得不说，想要安安稳稳地走过这样危险的木桥，确实并不容易。可当我正要迈步向前的时候，脑子里不禁冒起了一个念头：如果这样过关的话，和歌词又有多少关系呢？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。如此想来，或许真正的路根本不是看似合理的木桥，而是爪牙这个更加抽象的概念。恰好深渊这些鳄鱼的嘴里不正是爪牙吗？若是穿行在这些玩意儿中间，才更能说是魔鬼的步伐吧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赌一把，于是我果断抛弃了木桥，直接纵身一跃，跳到了离我最近的一条鳄鱼头上。这么精彩的视频本来想和朋友一起看，但他忙着找工作拒绝了我。找工作上58同城就成啊！平台对企业职位多重验证过的大企业好工作非常多，认准验真标找工作放心。而且现在1万家大牌民企都在上面招聘 ，AI 面试超方便。我家人的送餐员工作就是在58上面找到的，工作时间自由，提成高，大企业就是好。现在上58还能免费招聘，搜索民企多多，还有机会抽戴森吹风机呢。评论区置顶链接也能抽，赶紧去看看。然而原本看似凶猛的鳄鱼并没有把我吞下去，反而变得乖巧安稳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赌对了。接着我踩着第1条跳到了第2条鳄鱼身上，再踩着第2条跳到了第3条鳄鱼身上。就这样，靠着这些拼接起来的鳄鱼小路，用了4分多钟，我总算到达了对面。白光一闪，音乐教室出现在眼前。这次回来，教室已经显得空空落落，幸存下来的仅仅只有我们3人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小美这家伙居然又活下来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居然也能想到生路？睡觉可以误打误撞，这一关不像是她能通过的。小美挠挠头，我也没想到啊，我打算按着歌词先走1步再走2步，以这样的方式走过独木桥，但我失误了，还没走上独木桥就掉下去了。我掉到了一张可怕的鳄鱼上，没想到它居然一动不动，于是我就踩着这些鳄鱼跳到了对面。轻轻皱着眉头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合着姐妹，你属性没加到智商上，全加的是幸运值吧？简单讨论了上一首歌的经验之后，我忍不住给他们加油打气。已经走过6首歌了，只要再通过最后2首就能活着出去了，一定不要松懈啊！与此同时，喇叭声再度响起，熟悉的旋律传出。灯光熄灭，教室一片漆黑。警告：在这首歌的时间里，音乐教室禁止开灯，同时教室内将出现一只鬼怪，四处游荡，一旦攀附到谁的身上，就会慢慢啃噬他的身体。